文殊菩萨的来历众说不一，但我们对文殊菩萨的相因与成就是真实无误的。佛教经典中记载，文殊菩萨乃是毗卢遮那如来，是原始的佛。而据《华严经》，文殊菩萨实为龙尊王佛，早在无量劫前的另一世界修得佛果。释迦牟尼佛在《法华经》里明显地指出，文殊菩萨乃是久远劫中已经成就佛境，但选择了回返娑婆世界，协助释迦牟尼佛大转法轮。在《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》里，佛陀说，身为转轮圣王的文殊菩萨早已经成就佛果。大乘经典里承认了文殊菩萨乃是诸佛之师，亦是诸佛之子。文殊菩萨在佛教所有教派以及传承的地位非常崇高，若是把文殊菩萨的来历限制于一个传承，就会把菩萨的威力缩小好多。以下是文殊菩萨在不同传承里所显现的佛力。文殊菩萨在迦德满都谷建立道场的故事。根据佛教经典，迦德满都谷以前是一座盛满毒蛇的湖。91劫前，一朵圆满而光芒的莲花出现在湖面。大智文殊菩萨手挥智慧剑，向南迦德满都的丘巴峡谷一砍，湖里的水自然流出。当水已流出该湖时，那朵莲花也掉在一座山上。文殊菩萨就在该地建立了道场，并且把谷里的蛇群赶走。干枯的湖就成为万人朝拜的圣地。又有一个说法是，文殊菩萨在这个地方切断了自己的头发，并把它抛在这个地方。文殊菩萨的头发变化为树枝，而菩萨的头屑变化为猴子。汉传佛教的文殊菩萨，据说在佛陀的毫间放出一道金光，这道光明直射一棵苹果树，此树便化现为西安的五台山的基地。这棵树上长了一颗莲花，莲花蕊生出一位神圣太子。太子右手持具有火焰的智慧剑，可灭除无明；左手持莲花，莲华上有般若经。火焰之剑代表的就是文殊菩萨的智慧。文殊菩萨和阿都世王的故事。阿都世王因受到提婆达多的煽动，杀父篡位，因而造下了无间杀害之罪。造下此罪的人应当堕落无间地狱。但阿都世王发忏悔心，并向佛陀求助。佛陀建议阿都世王去请教文殊菩萨如何解除自己的困惑。因听了佛陀的教诲，阿都世王对文殊菩萨升起了信心。当阿都世王拜见文殊菩萨时，阿都世王供上一件昂贵的披肩。阿都世王正当要供上披肩的时候，文殊菩萨突然间就消失了。阿都世王就莫名其妙，心中就想，这位文殊菩萨到底是谁？文殊菩萨去了哪里？阿都世王在不断反复地问自己后，发现没办法找到真正的文殊菩萨。此事令阿都世王很接近空性。既然文殊菩萨突然消失了，阿都世王便想把披肩穿上。但阿都世王一披上披肩的时候，阿都世王开始问自己：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谁是国王？国王在哪里？在没办法找到真正的自己的那一刻，阿都世王开始明白了空性的理念。阿都世王即时静坐入定，从而领悟空性的真实意义，并进入了现观庄严论所提及的见道。这个故事描述了在小乘佛教里，当一个人犯了无间杀害之罪，是没有办法在有生之年修成圣位。但因文殊菩萨的加持和阿都世王对文殊菩萨的敬信，阿都世王消除了无数的恶业，并且证得见道。文殊菩萨的法相。文殊菩萨的形象是方圆16岁的年少孩童，象征着菩萨的清净童真的成就。菩萨身为如铜像，也可表为文殊菩萨的智慧，并不是多年修炼修成的，而是心识里藏存的佛性。文殊菩萨最容易认得的特征是其右手握住的一把智慧剑。
智慧剑双面锋利散发出的火焰，象征着文殊菩萨法门可断除我执、无明和烦恼。文殊菩萨手挥智慧剑，代表其修行法门可断除轮回之因，也同时可获得智慧。在藏传佛教里，火焰是转化的象征。菩萨左手持莲花，莲花之上有般若波罗蜜多经函，代表菩萨空性的正见是从慈悲而生。如同其他菩萨的座次，文殊菩萨端坐于莲花之上，因莲花出淤泥而不染，其象征代表了文殊菩萨不受繁杂社会影响的觉悟真相。有时候文殊菩萨会骑着狮子，或坐在狮子皮上，代表着善用智慧调伏自己的心识和执着。狮子也代表了证得文殊菩萨无上智慧的无畏。修持文殊法门的利益。修持文殊法门能开启我们的智慧，增长我们的智力、记忆力和创意力。也因如此，文殊菩萨法门特别适合儿童、任何年龄层的学生或从事教学、传媒或者艺术工作的人们。文殊菩萨法门能赋予我们殊胜的加持，我们能获得智慧、慈悲以及克服妄想的力量。只要能减轻妄想，恶业就会消减。我们以前所累积的恶业被净化了，痛苦自然也就会减轻了。以上为修习文殊法门的几种利益，此法最终的利益为证得圆满觉悟。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朋友可以前往留言区，我会在留言区分享关于修持文殊法门的链接。最后，愿将这个视频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母亲众生，愿一切母亲众生离苦得乐。